近曝光的歼50的清晰照片，意味着其首飞到取消空速管仅隔9个月，而类似进展在歼20上用了3年。这透露出中国航空工业的惊人效率。空速管的移除往往对应着基础飞行包线测试的完成，后续原型机将转向高阶任务系统验证。这次高清照片更是迄今为止外界对沈飞歼5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细节最干净的一次捕获。作为航母编队前锋和分布式杀伤链执行者，据推测，歼50在 0.8 至 1.2 马赫跨音速区间将因为2元推力矢量获得巨大的隐身与机动收益。尾向 X 波段 RCS 降至-24 dBsm， 侧向 RCS 均值降至-30 dBsm， 比歼20轴对称矢量喷管低 55%至70%。8至12微米波段红外辐射强度下降 38%至45%， 尾追红外导弹锁定距离缩短28千米，喷管冷却气量却仅需发动机总气量的 2.9%。跨音速机动时通过矢量配平，使得需用的发动机推力降低 7.8%。在精确控制兰姆达翼后缘各个气动舵面全动翼间和推力矢量喷口协调工作，使得飞机在跨音速飞行气动中心前移时，产生一个与之时刻保持准确平衡的力矩。歼50将彻底根除跨音速陷阱，而歼36作为高速穿透式制空和反舰核心节点，采用了和歼50截然不同的2元推力矢量喷管。喷口被深深地嵌入到机体的隧道中，达成更优异的减阻、雷达和红外隐身效果。仅采用下部小角度偏转的调节片，将全域隐身和高速性能置于超机动性之上。战斗机推力矢量技术是指战斗机根据需要在不限于发动机轴线的可变方向上获得并利用推力的技术。我们知道，战斗机的空战效能长期以来由3大支柱决定：航空发动机、能量优势、气动布局、声阻特性与机载系统信息优势。而推力矢量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气动操纵面的物理局限，通过偏转发动机喷流的方向，直接产生控制力矩，实现了对飞机姿态的直接力控制。这极大地拓展了飞行包线，特别是在大迎角、低速和跨音速等传统舵面效能的失速区域。其中2元推力矢量技术更是实现飞机隐身性能综合优化的关键技术。第6代战机作为未来空战体系的核心节点，隐身需求逐步趋向全向全频段，飞机布局进一步扁平化。传统方向舵等控制舵面已经成为阻碍隐身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障碍。在这种极端需求的牵引下，2元推力矢量技术符合布局扁平化的要求，完美解决了下一代作战飞机隐身及飞控的需求。推力矢量的原理并不新鲜，早在火箭领域就已经使用了类似技术，包括摇摆发动机、摇摆喷管和燃气舵等。在1960至70年代的早期探索中，1967年12月28日首飞的英国钥匙垂直起降战斗机所用的飞马发动机，依靠前后机匣4个可旋转98度的钛合金喷管实现垂直短距起降，其中前面2个喷口喷出从压气机引出来的冷气，后面2个喷口喷出从燃烧室引出来的热气。其被公认为推力矢量技术在载人战斗机上的首次成功应用。该方案证明机械旋转喷口可达工程可靠度，但也暴露出重量代价。4套旋转作动器增重210千克，占整机空重 4.1%。雅克列夫设计局的雅克36实验机是苏联第一种进入垂直起降技术实际试飞验证阶段的技术展示机。其使用2台无加力燃烧式的 R27 300喷气式发动机，发动机安装位置靠前，采用机头进气口，通过旋转排气喷嘴可以调整推力方向。70年代服役的苏联第一种实用化的固定翼垂直起降舰载机雅克38就是其成果。不过，通过可转向喷管实现垂直起降，其本质是一种用于特定起降功能的推力矢量，而非用于空战格斗的敏捷性增强。这一时期，
德国梅塞施密特集团的工程师赫伯斯特博士提出了过失速机动的概念。当战斗机的实际瞬时攻角大于失速攻角，其飞行速度远低于巡航速度的时候，如果整机依然具备实用的操控能力，那么就可以在无需耗费巨大能量、无需忍受巨大过载的前提下，实现战斗机的快速转弯，使其机头或者武器装备迅速对准待射击方向，将在格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机动能力出现在失速速度和失速攻角之后，所以叫做过失速机动。赫伯斯特博士还给出了若干机动范例，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赫伯斯特转弯。但是不少飞行员认为这种构想过于异想天开，当时德国军方并不买账。不过赫伯斯特并未放弃，他得到了和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合作机会，于是 X-31推力矢量技术验证机问世了。实际上，整架飞机除了尾部的3块大型扰流板和专门用于超过70度大攻角和过失速机动的飞控算法外，其他的零部件和分系统大多数用多个机型的已有零件拼凑而成。1990年10月首飞的 X-31飞出了人类第一个赫伯斯特机动。团队甚至把用于维持 X-31验证机偏航稳定性的垂直尾翼拆除，仅仅依靠推力矢量技术，单发喷气式飞机依然具有偏航稳定性。在模拟空战中， X-31验证机与 F/-18的交换比为1比9.51，即一架拥有推力矢量和过失速机动能力的 X-31能够击落将近10架 F/-18。如此亮眼的数据让航空强国再次把目光聚焦在推力矢量技术上。基于现役战机的空战用推力矢量验证机，普遍公认的里程碑是美国 NASA 在1990年代主导的 F-18 HARV 高迎角研究验证机和 F-16 MATV 多轴推力矢量验证机。F-18 HARV 是在常规 F/-18的尾喷管后方加装了3片推力偏转舵片，通过机械方式使喷流偏转，实现了高达70度攻角的稳定可控性。其于1992年2月完成了包线扩展飞行，包括以大约70度迎角稳定飞行，而之前的最大迎角为55度，以及以65度迎角高速滚转。如果没有矢量控制，超过35度的受控滚转几乎不可能实现。而 F-16 MATV 原先是由通用动力和卡尔斯潘2家公司自筹资金为战损研制推力矢量喷管。美国空军最初拒绝投资此项计划，不过以色列提供了一架 F-16D 用于改装，被命名为 Visor， 其采用了轴对称折流半式推力矢量喷管，折流环由12片 Inconel 718沉淀硬化的镍铬高温合金铸造瓣组成，喷管可以上下左右偏转，偏转角正负17度。飞行试验表明，在 0.3 马赫70度攻角时，俯仰率提高8度每秒，可实现眼镜蛇到榔头机动。但轴对称推力矢量显然并不满足隐身需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苏联俄罗斯的苏37验证机及其后续的量产型号苏30 MKI 等采用推力矢量，只是交付印度服役的苏30 MKI 并不是3维矢量，只是用一个角接头实现了2维方向上的摆动。这种做法既没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隐身和减阻效果，又不是真正的3维矢量，同时寿命短、响应慢，战绩指标大打折扣。苏35的117S 发动机使用的才是真正的3元轴对称矢量发动机技术。然而117S 矢量发动机在俯仰和偏航方面的机动能力并不均衡，其发动机上下偏转角度可达15度，而偏航方向左右偏转角度仅有8度，这意味着其俯仰矢量机动能力大大超过偏航机动能力，所以其发动机喷管设计33度的安装角所产生的固定水平分力，可以有效弥补117S 发动机矢量喷管在偏航能力上的不足，赋予苏35很强的偏航矢量机动能力。美国则在矩形2元推力矢量上发力。
1990年 ，NASA 启动了 F-15 SOMTD 短距起降高机动性实验机 F-100PW-220 发动机后，加装了2元矩形喷管，上下2块碳复合调节片通过斜波齿轮作动，实现俯仰偏转正负20度，面积调节 0.38 至 0.95平方米。试验表明，尽管矢量效率略低于轴对称推力矢量，但侧向 RCS 均值降至 0.001 平方米即负30 dBsm， 红外辐射强度在8至12微米下降 35%， 因矩形出口强制掺混，喷流温度和新区长度缩短 1.8 米。飞行试验251架次，验证超音速机动时，矢量配平使平尾偏度减少6度，结构疲劳等效载荷降低 11%。美国由此奠定了矩形2元推力矢量兼顾隐身和机动的技术路线，并演进为 F-22 的矩形2元矢量喷管。F-22 的 F-119PW-100 发动机的扁平2元矢量喷管，在全权限数字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控制下，矢量喷管可以上下偏转20度，不过无法左右偏转，也无法通过倾斜安装方式获得近似全向偏转的能力，比起轴对称的2元3元矢量发动机有所欠缺。但是其矩形喷口与机身后缘通过平行对齐设计而完美融合，上下唇口的夹角经过精心计算，已将雷达波反射到远离威胁源的方向。喷口内部的调节片和鱼鳞片协同工作，在提供俯仰矢量的同时，把发动机推力损失降至约 1%至2%。扁平的喷口有利于高温喷流与冷空气的混合，加速降温。同时期的竞争对手 YF-23 追求超群的隐身和超音速性能，而尽量避免高机动性格斗，所以并未采用矢量喷管，而是采用了固定外罩和内部半式调节的2元固定式收敛扩散喷管。喷管外罩与机背呈15度斜切，后体湿面积减少 12%。超音速气流在经过这个精心设计的斜面时，会产生一个向前的推力分量，相当于降低了后体阻力。内部5片镍铬高温合金瓣用来调节喷口喉道面积和出口面积，以匹配发动机在不同飞行状态下的工作压力，优化推力效率，但并非用于矢量偏转。发动机喷流首先通过一个长而扁平的2元收敛扩散喷管，然后被导入机尾上方一个巨大的 V 型槽道中，喷流在此与冷空气混合减速降温，最后从机尾后上方排出。这种设计极大地抑制了红外信号，并通过将喷口完全埋入机体，消除了后向的雷达强反射源，从而换取极难被探测的后向信号特征。而 F-35 的推力矢量仅存在于 B 型，通过高度复杂的座舱后部升力风扇、飞机尾部3轴承旋转式矢量喷管和机翼两侧的滚转控制喷管共同形成4点升力，以实现垂直短距起降。不过 F-35B 的推力矢量主要用于垂直短距起降，在空战中通常不会像传统矢量喷管那样频繁快速的偏转来辅助机动，因为其巨大的运动部件惯性大，响应速度相对较慢，且频繁使用会带来巨大的结构负担和热管理问题。苏57则换装了最新航发 AL-51F1 及产品30发动机的2元矢量版本。喷管收敛片最外侧密布许多蜂窝状小孔，显然是用来降低喷口温度、降低红外特征的。同时，其安装的方式也和苏35类似，大致呈25度角倾斜安装于苏57的发动机管道内，以获得类似于3元矢量的效果，进而进一步加强机动能力。中国自95计划开展推力矢量预研以来，历经了作战使用、气动设计、风洞试验、飞行控制和非发交联等方面的长期积累，取得了丰富的技术成果。但中国缺乏一款成熟、可靠、具备矢量改装能力的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所以此技术一直处于地面研究和试验阶段。在 WS-10 系列发动机日趋成熟的基础上，成飞提出在歼十 B 量产机体上换装一台轴对称折流半推力矢量的 WS-10B-3 发动机。
其核心结构是在传统的收敛扩散喷管之间增加了一个矢量段。这个矢量段通过围绕发动机轴线对称分布的多个大功率的做动筒驱动，使其能够绕一个虚拟的圆心进行万向偏转。收敛段用来控制喷管喉道面积，调节发动机工作压力；扩散段用来控制喷管出口面积，使喷流在出口处膨胀到与环境压力匹配，优化推力。而矢量段则位于两者之间。调节片由15至20片耐高温合金或先进复合材料制成的弧形叶片组成，环绕喷口一周。每组叶片都由独立电机做动筒驱动，通过做动筒的协同伸缩实现全向正负20度偏转。而密封片位于调节片之间，用于在喷口收敛扩张过程中保持气密性，防止高温燃气泄漏。监视臂矢量板的静稳定度从5%放宽到12%，用来充分验证非推时一体化综合控制，其正是推力矢量的灵魂所在。系统需要将飞行控制系统、控制舵面发动机控制系统、控制推力和矢量喷管控制系统、控制推力方向深度融合，这在放宽镜稳定性的压式布局飞机上尤为复杂。2018年11月6日，在西北阎良试飞基地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密集试飞后，监视臂轴对称推力矢量验证机在第12届珠海航展上一气呵成地完成眼镜蛇、赫伯斯特、落叶飘、极小半径转弯和大迎角滚转5种国际公认的典型过失速机动飞行展示，一次性验证了中国在轴对称矢量、放宽镜稳和非线性控制上的全部关键技术，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3个完成单发过失速机动飞行验证的国家，也为后续基于 WS-153 轴承旋转式矢量发动机的歼20矢量型与无尾6代机提供了可直接套用的非发矢架构和安全包线。2018年珠海航展上那架翩翩起舞的监视臂，已然成为中国航空工业迈向世界强国之林的一座不朽丰碑。不过，轴对称推力矢量的圆形喷口腔体和内部的风扇涡轮叶片构成了无法消除的强雷达反射源，高温喷流直接暴露，红外特征明显，易被红外搜寻追踪系统和红外导弹锁定。在引申已成为现代空战生存第一法则的今天，轴对称推力矢量的固有缺陷也日益凸显。此外，我们还知道，隐身战机，特别是6代机之间的对抗博弈非常复杂。第6代战机普遍要求全向宽频隐身、超音速持久机动和长时间超声速巡航。由于双方都处于高度隐身中，战场态势存在巨大的战争迷雾，你无法确切知道敌机的位置、数量、意图，甚至因为电子欺骗导致无法确定探测到的信号是真是假。加之在有人无人编队多域融合 AI 辅助决策的共同作用下，整个作战系统会涌现出无法通过分析单个组件来预测的集体行为。所以6代机空战双方随时可能会在中距和近距相互转换。典型的空优隐身战机和6代机仍然把近距格斗弹作为标准配置，这都是为了掌握全程全速域交战的主动权。因此，2元矩形推力矢量技术既符合战机布局扁平化的隐身要求，又可以获得直接控制力矩，同时调控雷达、红外可探测度与跨音速机动声阻比。歼50尾部采用与机体高度融合的宽频隐身2元矩形推力矢量喷管，构成机体后缘气动外形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因为2台宽间距发动机而布置的用于调整尾部流场、减少敌阻的大尾锥，整体外形与 F-22类似。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矢量喷管边缘的凸形上下2大块锯齿设计的外调节片，采用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密度 2.3 克每立方厘米，比钛合金轻 37%。内部有阻燃钛合金热端结构骨架，以固定外调节片，采用电机做动器进行角度调节，还铺设了专门的冷却管路。另外，歼50的2元推力矢量喷管疑似采用了苏57的小角度倾斜安装模式，以实现类似于3元矢量的效果，获得垂尾缺失后的偏航稳定和横向矢量机动能力。
而歼36的2元矢量喷管则在 YF-23 的隐身与速度基石与 F-22的矢量机动性之间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外观来看，其与 YF-23 的喷管相似，但是下部布置小角度偏转正负10度以内的可动轻量调节片，在最大限度保留 YF-23 喷管在气动和隐身方面先天优势的前提下，为其注入恰到好处的矢量控制能力，用最低的复杂度引入了无尾布局最急需的俯仰轴矢量控制能力，用最小的代价解决了无尾布局在跨音速和起降阶段的核心痛点。而更注重机动性的歼50的2元喷管调节片边缘也可以完美的与机翼后缘、尾翼后缘、机身侧棱等结构进行平行设计，这样来自后方的雷达波会被这些平行的边缘反射到少数几个非常狭窄的特定角度，而不是均匀的散射回雷达接收机。喷管内部是一个巨大的雷达波谐振腔，传统圆形枪臂与发动机风扇压气机叶片构成了一个天然的角反射器。雷达波进入喷口后，在圆形枪体和旋转叶片之间多次反射，最终以极强的能量沿入射方向返回，形成巨大的后向 RCS 峰值。歼52元喷管的上下2片较大的调节片能够较好遮蔽发动机内部，降低了谐振效应，削弱雷达反射信号。尾向 X 波段 RCS 降至24 dBsm， 比轴对称喷管低 55%至70%。相比之下，轴对称矢量喷口的圆形出口，即便增加了小锯齿，但总体上很难与飞机的其他边缘对齐。其360度对称的结构也使得枪体散射和缝隙散射的控制更为复杂。在降低红外特征方面，2元喷管的扁平形状极大地增加了高温喷流与外部冷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的面积意味着喷流能更快地与冷空气混合，从而加速降温过程。在喷口内部或紧邻喷口后方，还设计有专门的引射通道。高速喷出的热燃气流会产生负压，主动抽吸、引射机体表面边界层的低温空气进入喷流核心区。这种主动混合比单纯的被动扩散混合效率高得多，能在喷口后1至2米内将喷流中心温度从1000摄氏度以上骤降至600摄氏度以下，使其辐射峰值波长移出中波红外探测器的最敏感波段。加之调节片可以对上下方的红外探测器形成物理遮蔽，减少其直接看到高温喷流核心的机会。歼50推测还和 F-22 一样，从发动机高压压气机第5级取温度 650K， 压力 2.1 兆帕的冷却器，气量约为 2.9%， 通过上下2片调节片的 1.2 毫米的气膜孔进行强制吹气降温。估计8至12微米波段辐射强度 1.22 瓦西米尔，尾椎红外锁定距离46千米，比轴对称喷管的74千米减少了28千米。随着未来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列装其带来的热管理需求与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红外隐身要求存在深刻的内在耦合，自适应循环发动机的富裕的低温的第3涵道空气是比传统引气更优质的冷却剂。通过喷管壁面的缝隙或开孔，将第3涵道空气吸入主喷流中，极大地强化了高温燃气与冷空气的湍流掺混。这能使喷流核心区的长度缩短超过 50%， 迅速降低其温度。2元喷管的调节片的微通道结构还可以将第3涵道空气持续均匀地渗出到壁面，形成一层稳定的低温气膜。歼50未来装备的自适应发动机将从动力的提供者演进为能量与工质的智能调度者，而2元推力矢量喷管也将从推力方向的控制器演进为热能的高效耗散与屏蔽器。在机动增强方面，我们知道，在 0.8 至 1.2 马赫跨音速区间，各种大后掠机翼飞机普遍存在跨音速陷阱。超音速的压力中心比亚音速的压力中心更靠后，因此当飞机从超音速机动减速到亚音速时，压力中心会向前移动，从而产生上扬力矩。此外，超音速飞行时的正激波的逆压梯度
导致边界层动能不足，边界层内的流动就变得更为复杂，可能会出现层流、转裂、湍流、分离、再附着等复杂流动问题。这种强干扰将会造成异形绕流突然分离，升力下降，阻力发散，导致阻力突增，升阻比下降30%以上，形成激波诱导失速。另外，在跨音速段的某些迎角下，气流分离还会发生在外侧机翼，特别是翼尖上，并破坏升力特性，升力损失会造成飞机俯仰载荷突变。同时，跨音速时，各气动操纵面效率也大为降低，舵效衰减达15%至20%。对发动机而言，飞机在进入过失速迎角后，所处外部流场会出现大面积的流动分离和漩涡破裂现象，令飞行参数及舵面偏度等气动力影响极端复杂化，而进气道唇口诱发大面积流动分离，进一步在进气道内发展形成分离涡，进气道出口畸变增大，再加上矢量喷管偏转的不利影响，喘振裕度明显降低，加之发动机推力转向后，发动机的部件载荷热分布出现较大变化，对其结构热强度及耐热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见，把发动机改为推力矢量发动机，不仅仅是加个可动喷口那么简单。虽然举行2元推力矢量带来了增重一定的推力损失和技术复杂度，但却带来了跨音速机动的革命性提升。首先，其与轴对称喷管相比，其上下唇口与机身边缘平滑过渡带来的后机身修行，减少了超音速飞行的围阻，且减阻收益大于3%至5%的推力损失。对于跨音速机动中压力中心的变化，推力矢量则提供了最直接的配平手段。2元推力矢量提供的直接力矩，还摆脱了对舵面依赖，其通过直接偏转发动机的巨大推力，在飞机重心后方产生一个强大的与飞行速度无关的直接俯仰力矩。这意味着，无论飞机处于何种速度姿态，只要发动机在工作，就能获得可靠的俯仰控制能力。加之矢量喷口的毫秒级响应速度远快于传统的气动舵面的100毫秒级，在进行高 G 转弯时，飞行员可以通过矢量喷口瞬间建立所需的俯仰角速度，极大地缩短了进入机动状态的时间，显著提升了瞬时转弯率。这对于在视距内格斗中抢占先机至关重要。传统高 G 机动会因诱导阻力剧增而导致速度能量快速损失，矢量喷口通过推力矢量直接改变飞行轨迹，从而在完成机动的同时，更好地保持飞机的能量及速度和高度。这种指向而不减速的能力，是能量机动理论的终极体现。另外，虽然过失速机动在既有超视距空战中的实用价值存在争议，但是在未来的6代机之间的复杂空战博弈中，它代表了战机在极端状态下的可控性极限。拥有推力矢量能力的一方，可以不再局限于时间累积，能够在飞行包线的任何区域内获得足够的控制能力，特别是在低速度、小动压或大迎角条件下，仍然具有可靠的控制能力。即使在飞行速度接近包线左边界与上边界时，也可以完成有效的控制。同时，在气动舵面故障失效时，也有足够的控制补偿能力，从而快速形成角度优势，构成杀伤条件，从而一击制敌。比如 F-22 通过42度大后掠角机翼和机头棱边延迟激波形成，将阻力发散马赫数推迟至约 0.9， 跨音速阻力峰值降低 30%。在跨音速区，其2元推力矢量提供了舵效降低后的直接力控制，保证了5G 的持续过载。另外 ，F-22 的全动平尾的后缘延伸到尾喷管后方，当2元喷口下偏8度时，高速喷流将贴附在平尾下表面，产生超环量引射，使平尾升力系数增加约 0.25。平尾插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滚转率120度每秒，比无矢量状态增加了多达 50%。不过 F-22 的控制架构相对传统，其主控制面包括平尾、方向舵和副翼，在全包线内提供主要控制力矩。2元推力矢量的主要作用是在特定工况下增强性能，
如大迎角俯仰控制、跨音速机动、短距起降辅助等。其控制率设计是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气动控制基础上进行的增量式优化。而歼50的无尾布局意味着传统气动控制效应的根本性缺失。它移除了飞机上效能最高、最可靠的2个控制面：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2元推力矢量和全动翼间不再是辅助或增强，而是以剩余经复翼等常规舵面平起平坐的维持飞机稳定与控制的主力效应器。飞行控制的基石从气动舵面为主变成了气动推力矢量多重效应器的深度融合，其架构必须从头开始设计，容错空间极小。滚转方面，因为去除了平尾，歼50的喷流无法形成负面引射放大环量，同时经复翼位于喷流外侧，仅受下起增量影响。但是歼50采用了宽间距双发，发动机矢量插动的力臂更长，加之经复翼插动和力臂最长的全动翼间的插动，歼50同样可以实现大于120度每秒的滚转率。低速大迎角时，经复翼效率急剧下降，2元矢量和全动翼间有机协同，成为唯一可靠的俯仰控制手段，负担极重。偏航控制方面 ，F-22拥有传统的方向舵，专门用于提供偏航控制，而歼50无垂直尾翼，丧失天然偏航稳定性和控制力，依赖全动翼间的插动偏转来产生强大的偏航力矩。控制逻辑远比 F-22复杂。最后，F-22的飞行包线虽然宽广，但仍在传统气动理论框架内，过失速区域是其包线的边界，而非常态。第6代战斗机要求具有超过2马赫的超音速巡航速度、更深度、更可控的过失速机动能力。基于 F-22经验的增益调度方法可能完全失效，因为设计点之间的非线性跳跃太大，必须采用更先进的自适应控制或智能控制策略。加之6代机对全向全频段引伸的要求更高，矢量喷口的偏转会动态改变其 RCS 特征。在飞行控制分配优化目标中，必须加入最小化 RCS 增量这一硬性约束。这意味着，即使矢量喷口能提供最优的控制力矩，但如果其偏转会显著增加后向或侧向 RCS， 系统也可能选择使用效率更低但更隐蔽的全动翼间。这种在控制性能与隐身性能之间的实时动态的权衡，是 F-22时代未曾面临的新维度挑战。总之，歼50的飞推使一体化综合控制是在一个先天不足、控制资源极度稀缺的平台上进行的一场无中生有式的重构。它不仅要解决 F-22面临的全部挑战，还必须克服偏航控制缺失、俯仰控制低效、极端包线非线性以及动态隐身约束等全新的更严峻的难题。从歼十 B 那惊世一舞到今日胡鹰振翅，中国航空工业以令人惊叹的效率，将图纸上的线条化为守护长空的利剑。2元推力矢量的价值远不止于炫目的超机动表演，其构筑了后向引伸的坚固屏障，将致命的热信号降至最低，使战斗机在最危险的速度区间依然能保持高度的敏捷与可控。随着歼50的高清影像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我们不仅见证了一款全新战斗机的诞生，更将目睹歼50在云端刻下属于新时代中国的制胜航迹。